在眼珠子中间，看准位置啊，点这种小白点儿，好，让他的眼睛看起来水汪汪。我是斜着点了2个点儿，一个大一点，一个小一点，在眼珠子中间。好，小干，可以了。笔尖打湿，白色在眼头发这个地方，来点小高光，对，眼头发这个地方。卧蚕的这些地方，还有卧蚕，别点太多小高光了。最主要的是这个部分，鼻子尖尖，其实眼部周围的小白光，可加可不加啊。主要是眼头这里的，就跟你平时化妆一样，可以加一点点。好，鼻头，点上2个点儿，鼻头点上2个点儿。嘴巴，为了那种小玻璃唇的感觉，嘴巴也是。好，要点的很小啊，太大了就没有那种玻璃唇的效果。下嘴唇，上嘴唇的话就在唇峰中间，轻轻点一下，有那种玻璃唇的感觉。然后再把它的那个嘴唇的那个缝加深一下，也可以就用这个褐色，就跟加深眼线啊这些一样。好，嘴角，好，进来。嘴唇中间，嘴角和嘴唇中间，好，这样子唇的那个抿唇的那种感觉，后背笑这里，我觉得这个线颜色有点深了，没关系，加一点红红的颜色吧，加一点红红的颜色，揉吧揉吧，把线条弱化一下。它嘴巴的颜色就是糊糊的啊，边缘唇线是不明显的哦，嘴唇周围的轮廓线是不明显的哦，太明显的就没有那种玻璃唇的效果了。好，我把唇角的线条弱化了一下，差不多可以了。眼头这里的白白的往下晕开吧，眼头这里白白的往下晕开，包括它的这个眉中这些地方清理干净，对，好。接下来就是头发，黑色，多取一点啊。头发的话，我们用黑色调出水状浓度。好，调出水状浓度，豆浆状态的浓度。额头在这儿，头发发包，好，这头发要把脑袋包住，好，就跟着脑袋顶这样拽，耳朵这里要流出来啊。
头顶，那中间可能还有个小发包，哎，被挡住了。好，然后从身后。身前，然后把发，你看发轮廓这里，好像唱戏的，包的好严哦，把这里揉吧揉吧，揉吧揉吧往外推，揉吧揉吧往后推，好，揉吧揉吧往后推，揉吧揉吧往后推，发际线这里。发际线这里轮廓线太清晰了，就跟唱戏的一样。揉散了的颜色就当做是那种阴影啊，轮廓阴影。脸蛋这里，擦一下，我圆润的脸蛋儿。好，然后给它画一点碎碎的头发。对，而且有很多碎发，散峰啊，散峰去画，先跟着它盘起来的地方的轮廓啊，先给它勾一点，一簇一簇的。别忘了后面这儿。走出他的头发的那种轮廓来，好，然后再勾几缕碎发。可怜的这种小碎发，细一点，线条飘逸一点。好，还有一点这种细碎的小碎发。好，这里这个头发有点挡住面部轮廓了，所以说我要给它擦掉。好，白色给头发点一点小高光。还要带点小花花，小花花就点几个色块在这儿吧，好，就当做是带的小花花了吧。对，就这样几个色块拼在一起。对，这儿也是几个色块拼在一起，当做带着的小花花了吧。
还有耳环、耳坠子、耳坠子，点个色块。好，点几个点儿，当做链条点上去，那就小耳坠子。这边脸可以再胖一点。好了好了，耳朵这边的耳朵没了，我要用肤色再给它画出来一些。黑色勾一下轮棕色，褐色勾一下轮廓，对，耳朵的轮廓。好，现在才是衣服。衣服直接就勾线条就可以了。有点褶皱轮廓。好，用灰色啊，就取一点点黑色，取一点点黑色，调成这种非常浅的水状浓度。那色粉扫，它从黑色就变成灰色了。把这种看脖子的阴影区的白衣服加深。阴影区的白衣服。再来点白色，提亮一下衣服的高光区和阴影区，这样子就可以对比出来了。好，脖子这里和衣服这里的轮廓，把线条再勾一下。有一缕头发是往胸前来的，对，有一缕头发是要往前面画的。但是也落在了头发缝缝里。
好了，差不多了。可以了，差不多了，脸蛋儿洗一洗。底胶封层吧，还是要不要再加一点白色？再加点白色。好了。哦，还有下颌，白色把它的下巴这里勾一下。这样勾一下，也是为了让轮廓立体感更强吧。眼头这里的颜色太实了。好，可以了。底胶封层，先涂一个防翘底胶啊，先涂防翘底胶，再去封层。对，防翘底胶整下全涂。像这种水彩，如果说它设计的面比较宽的时候，那看一下侧边线擦一擦。或者是可以磨一磨那个修形条，把侧面打磨一下，清扫一下灰灰啊，再去封层。要让底胶把水彩能够完整的包住。好，底胶整甲全涂，包边照灯。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要操作副甲的部分了啊。副甲的部分的话，我们就3颗晕染啊。这颗的话可以做一点雕花。晕染的这3颗，食指、中指、小指，颜色就集中放在中间就好了。好，就在中间刷色块。集中往中间放，不要刷得太均匀。色块要有连接性呢，但是呢，不要，对，色块要有连接性，但是呢，要非常的不规则。那不要这样子直接一个色块就这样顺过来，要把它的边缘对，加一个色块拼在一起，哎，加个色块，还加个色块这样拼在一起。好。圆头笔，圆头光疗笔雾画一下，我先洗一下笔哦。好，圆头光疗笔边缘这样轻轻的扫一扫色块，做一下雾画。好。刷痕重的地方，色块不自然的地方，就这样子给它拍散开。好，拿去照灯吧。照完灯之后，给它涂上这个紫光色。也是局部去涂刷啊，去点缀。一般色块就是按照对角位置去放啊。
对，你可以厚涂，你可以薄涂，完全看我们自己。有点微微泛金光的那种感觉，好神圣的一个颜色呀！哦，再次拿去照灯30秒，然后拿出这个冰透水蓝他要的一个冰透水蓝这个欧泊片，点缀点缀，点缀的位置在哪里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哎，裂的吗？哟。点缀的位置的话，在错位平行这样子一个构图上，不理解错位平行的基础课看起来，错位平行的一个构图上啊，好，铺上去，脸碎开，好，这边甲片中间错位平行，好，压平，好了。你可以换个方向，左边在下，右边在上，右边上上，左边在下，都可以啊。抚平啊，就利用色胶本身自身的一个浮胶，给它抚平就好了。嘿，你要不听话咋的？那小拇指就贴一片就行了，你爱贴哪儿贴哪儿，碾碎它。好了，这步完成之后，我们去涂上水彩磨砂。水彩磨砂方层整甲全涂啊，这4颗全部涂水彩磨砂隔离啊。这个粉无名指上我没放，我觉得可以不用放它，就只放这几颗晕染的就好了。那我就不给你们录了啊，反正涂上水彩磨砂照灯60秒。磨砂方层照完灯。我们要给它做一个晕染，就用褐色啊，就是刚刚画它头发的那个，画它眉毛眼线的那个褐色。好，橘色了，在甲片贴了的这个欧泊的地方，对，加2个色块，可以和这个欧泊产生一些小叠压。好，然后色块加上了之后，笔上沾点水，压笔侧推，好。侧推扫，往边缘扫一点颜色，扫开。扫的话是会就是让这个色块有这种非常明显的这种偏凌厉一点的这种痕迹纹路。哎，这也是我们的目的。为什么要用扫这样子的一个手法啊？就侧锋扫笔。好，然后可以再加一点色块。好，再加一点色块嘛，这个毛巾沾点水，好，继续扫，哎，干了之后，这个水圈边缘就会形成一个，对，就会形成一个片状式的这种，像冰裂纹这种刀片式的纹路，反正就是往斜方，对角的方向，先给它扫一个连接起来，然后就往边缘扫，对，就往边缘扫。哎，往边缘扫，然后呢，线条之间就一个是往这个方向的话，另外一个就不要跟它就是说重叠，就可以稍微避开一些叠色嘛，避开一些纹路可以是这样子张开式的稍微有一点点不算平行啊，然后还有也可以就交叉式的，那就是纹路这样交叉在一起这种也是可以的。好，加深一下棕色区。这个纹路做完了之后，笔尖取白色水彩，来吧，毛尖湿润的笔毛，毛尖取一点浓稠的白色。那干嘛呢？压笔侧推，好，压笔侧推，横扫越往外，越扩越大。好，越往外越扩越大，直到白色越来越浅，消失不见。那这里边缘带一下，好，这里就形成了一个白色的。冰裂纹冰块裂纹，
然后这里压笔侧推，再在这个空间，在这个空隙这儿压笔侧推，好，越往外空间越扩越大。笔打湿，纸巾上点2下控一下水，笔要保持湿润才可以。毛尖尖取浓稠的白色。好，这里，好，压笔侧推，侧推好了这样子一个宽度之后，好，就往后退。我这里又给它叠了一层双层的，而且让它位置有一点错开。这种尖尖可以跟尖尖连接一下，哎，倒也不用了。好，这里也给它叠一层吧，不明显了，笔尖再取点白色，对，颜色集中在笔尖，就是一个渐变手法，压笔侧推啊。好。等它干。侧推的时候，你看笔侧推的这个宽度就决定了这个色块的宽度，就决定了你这个空间的范围有多大。那这样子侧推的宽度确定了之后，就不要一味的再去确定宽度，那就有多宽你就侧推多宽，然后把这根线清晰了之后，你就开始往后退，往后退，对，往后退，弧度越变越大，越变越大，颜色越变越浅，它就会形成这样子一个不规则偏梯形一样的不规则形状的一个这种冰点纹片状式的这种冰点纹。然后呢，你再去底胶封层。仿俏底胶整架全涂，你看多漂亮啊！又有层次感，又很清透、清爽、干净。而且其实也不难，技法什么的都是我们基础课里面讲过的一些很简单的一些技法，压笔侧推啊，包括晕染啊这些。构图摆位呀这些，好。那其他的几颗晕染也是按照这样子来，不过构图可以变一下。副甲的晕染部分的话就做完了你可以看一下3颗晕染它的定位，棕色的定位的话是根据下面的那个欧泊片的位置来的。比如说，就是欧泊片贴的是对角位置，然后你的棕色方向就往对角位置这个方向去晕染的时候，然后白色也是往空隙的地方空隙的地方就可以加白色晕染。然后构图的话，你们可以参考一下，咱们你也可以变一下，反正都不可能一模一样的。然后这个，等一下的话，我们再看去贴什么视频。接下来的话，我们先去操作一下无名指这颗的雕花部分，来吧。我们先做一个小窗花然后这个小窗花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它不是那种很深的，是很薄的一层。我拿这个彩绘胶C01，因为本身我就要做白色的，所以说我就直接用这个彩绘胶去做了我们先取出来，然后找到你要做的那个，你可以先把颜色先刷进去，好，厚厚的给它刷进去，好，厚厚的给它刷进去。我没有用彩绘胶做过，试试看一下能不能节约我们很多步骤。往里怼，把它厚厚的敷一层。我反过来看一下什么呢？看一下有没有气泡。你看一下，像这个位置，这样，我聚个焦。像这个位置看到没有？这里就有一个小气泡，那这里也是，然后就看哪个位置有没有气泡，有气泡的地方你就再给它怼了，怼了，好，用笔在这个框框里面把胶往下怼。好，然后怼了之后又给它抚平。好，差不多，你觉得可以了之后，找一个刮切刀，
你雕花的一个用具啊，切刀，然后这样子平着给它刮过去，平着给它刮过去，剩下的胶再放回去吧。我这个人还是比较节约的啊，剩下的胶给它放回去，这就是一个普通的调胶棒啊，去搜切刀啊就出来了。好，拿去照灯吧。照灯。然后接下来呢，拿出我们的雕花胶，雕花胶，然后呢，再拿出我们的这个就调色纸啊，你调色盘、调色纸什么都可以啊，只要是能承载它的东西啊，能够放在上面的东西。我这里的话就是用了这个调色纸，因为我发现我买东西送了一个调色纸，我再不用的话，感觉挺浪费的。那么我就把雕花胶啊取到这个调色纸上面，白色雕花胶。好，然后刚刚那个切刀拿出来，取一块放上去，好，我看一下花心要调一调的，那再取一点出来调花心。好，花心的话肯定是要调色的，花瓣的话我们可以就做成白颜色的啊，花瓣就白颜色的，然后花心是黄颜色的。叶子的话，我到时候再看要不要做，是画还是做啊？我们可以把叶子直接画上去。那我先把甲片准备好。那如果说，给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我要在中间这块贴窗花，然后呢，在下方这里做雕花，或者在上方这里做雕花，那么我的叶子肯定是分布在上面和下面。你要画的话，你就提前先给它画好。然后这一个款式里面叶子就不要太绿了，这个款式里面山茶花的叶子我们就不要太鲜艳，不要用太绿的颜色，你可以用稍微就是靠近它的一个主色调的一个颜色。主色调是什么呢？可以是棕绿，也可以是褐色。对，取出来啊，可以是这个棕绿色，也可以是褐色。那就这种比较深一点的颜色，或者是什么呢？你也可以加一点素绿色啊，加一点素绿色进去，就是说那个什么墨绿色啊，墨绿色进去，然后看一下，那加墨绿色的话，我感觉也不是不可以，再加一点棕吧。其实加墨绿色也不是不可以，只要不是这种太鲜艳的这种啊，就这种太浅的绿、太亮色的绿就可以。好，墨绿色我又给它混了一点褐色，正好旁边有嘛。好。墨绿色就是绿色加黑色啊，素绿色加黑色。然后呢，你就在它的下方的这个地方，画一片小叶子，中间胖两头尖儿，拉小尾巴出来。好，中间胖两边尖，好，正锋笔尖勾小尾巴出来。有大有小的叶子，对，画点大大小小的叶子。枝干连接一下，好，枝干连接一下。好，然后剩下的地方还要雕花的，所以说你叶子不用画这么多。你大概心里面呢，我虽然说还没确定我的花瓣画的大小，但是我大概心里面已经把它的位置留出来了。好，几片、2片、3片、6片叶子，快速的去给它画好。啊，颜色的话，我基本上是在一个豆浆到牛奶的一个浓度啊，不是很浅，但是也不是很深，就正常的平涂技法去画的叶子，然后就等它干就好了啊。来抠一下这个，我看一下叶子，看一下成功与否，切一下。小膜，这层小膜就是我们在刮的时候留下来的那一层，好像还要照一下，这种平面的微立体的这种模具，你就很需要去修它一些细节，就是边边上啊肯定会有一些小毛刺，然后需要你去修一些细节。